大家好，我是 Murphy， 我是莫妈。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最大追星有云霄飞车的迪士尼邮轮的第2天。入住全船只有5间，可以在阳台看到舞台表演烟火的入门版礼宾房。上集介绍全船导览和基本生存能力以后，这集要带大家深入玩邮轮啦。可以预约什么活动，又要怎么安排呢？我们也会顺便比较礼宾房的优势，怎么安排才能丰富不留遗憾。来跟莫姐萌妹一起玩吧。现在是第2天的凌晨，孩子们第1天玩得超忙碌，都睡了。孩子交给同行家人，我们出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个环境。事实上，这艘船没有什么夜生活，晚上呢是很适合安安静静出来逛逛。这边呢再补充一个认方位的进阶能力，指示牌呢常常会标示 Starboard、Port， 到底要怎么记呢？古代的船需要划桨，而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撇子，所以通常我们需要右手操作 Starboard， 左边进港 Port， 你就不会迷失左右侧咯。在介绍怎么安排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让大家熟悉一下主要的活动表演场地。对啊，这个它是可以直接跨出来的。哦，我行哦，所以它就是很直接的地方哎。哦，它有 Spider-Man 的那个迪士尼，好可爱。现在探路，这是从11楼船头带大家逛到10楼奇幻花园等核心区域。首先提醒大家，船头10楼是无法直达花园的，必须从11楼出来城堡区，才能再往下走到10楼的奇幻花园。10楼船头那边呢，会卡着 SPA 跟健身房。很立体耶！我侧面拍给观众看，因为它是很立体的城堡，所以其实是有那个感觉的，它是很立体的画面。然后晚上真的很漂亮，晚上很漂亮。然后中庭这边在白天的时候也会有那个餐饮可以享用。哇，好漂亮！你看是不是美美的？所以千万不要选死。对呀，天哪，这个真的是很吵吧？然后又超没隐私的。奇幻花园是剧场主秀外多数表演所在的位置。这里也会供应24小时的饮料机。舞台的正对面呢是有阴影的座位区，带小朋友可能这个区域会比较适合，因为真的很晒。舞台的萤幕晚上跟早上的画面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小细节哦，它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对应，比如白天是南瓜，晚上就变成南瓜车。花园舞台区呢，这里有2家免费的轻食餐厅 ，Mowgli's Eatery 是听说不错的印度料理，有印度烤鸡、卷饼等。对面呢，则是 Grandma Talos Kitchen， 提供海南鸡饭等亚洲风味餐食。这边也提供一个懒人包，把6个主餐厅外全船的免费轻食餐厅整理给大家，大家可以截图起来，上船的时候就可以用咯。继续带大家往船尾走，穿越10楼船尾的梯梯呢，我们来到的是探险礁堡。这里呢也有对内的阳台仓房，只是说这里就没有表演。晚上呢就是有那个住在海里蓝蓝的感觉。这个区域呢也有2个轻食餐厅，其中就是这个推荐大家要来吃吃看的 Ohana Grill， 提供热狗、汉堡还有超好吃的薯条。它的旁边呢是需要付费的珍珠奶茶店，它的对面呢是提供肉串、沙威玛等餐食的 Cosmic Kebabs。它的旁边呢是卖有海洋元素的迪士尼商店，这要到之后才可以统整所有的商店给大家了。再继续带大家深入船尾，这边有2家付费餐厅，第一个就是 Mike and Solace， 有精致的日式铁板烧、寿司、生鱼片。我们再继续走到10楼的最船尾。这里呢是可以边游泳边看电影的区域，但是白天一样很晒。最重要的是呢，这边会有一个特别的表演。这个区域呢也有不少的舱房，有一般面海的，也有等级更高阶的礼宾房。7楼船尾呢还有一个有年龄限制的 Pero Trattoria。
现在是早上8点。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呢？因为我们要参加9点的公主聚会，开始要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安排行程了。项目很多，我会一照顺序说明，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在介绍之前，先跟大家说，不要焦虑，邮轮就是来玩的。这艘船就算你什么都没有预约到，你还是有很多不用预约的活动跟秀可以参与，你可以忙到没有时间休息。好了，那我们现在来换我们的公主服咯。他是会来我们的房间吗？我们跟上集一样，会一边分享 Day 2的安排，一边把重要的攻略告诉大家。首先活动呢，基本上都会显示在 App 上，你把喜欢的活动爱心起来，就可以在 My Plan 里面看到你的行程。那安排活动到底有什么项目需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抽名额。再强调一次 ，iPhone 在买 WiFi 抽预约时可能会出现跳转的问题。连上 TCL Guest， 点旁边的 I 资讯进去，点进去专用 WiFi 位置，选为关闭，按下允许追踪，再把限制 IP 位置关掉，就可以正常使用 App 咯。这边呢，大家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时区到公海有的时候会自动跳掉，点进去设定的一般日期与时间，自动设定关掉。时区可以选新加坡，这样才不会因为时间错误没办法抽哦。抽角色或云霄飞车的时间因为一直改动，我无法给大家一个确定的时间。目前知道的是，安全演练完就可以开始抽。隔天的角色跟云霄飞车会先开放抽角色，再来开放抽云霄飞车，所以大家辛苦一点，在安全演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刷 App。4点到7点是比较有可能开放的时间，但其他时间也有可能可以捡漏。大家如果势在必得，礼宾可以问问看服务台是否愿意透露，也有人说可以友善的直接问问看测试云霄飞车的人员。没事也多刷刷 App， 有刷有机会。我们则是在第3天抽到。今天介绍的很多活动都在6、7楼。6、7楼是除了10楼以外比较多活动的区域，比如公主见面会或音乐表演等。角色名额到底推荐抽什么呢？一般首选就是我们现在要参加的 Royal Gallery， 它也是礼宾唯一一个可以在大家上船前先预约的项目。其他呢，还是可以在4点的安全演习以后开始留意 App。因为角色预约比较热门的就是杯面 Duffy， 杯面是比较少数、比较难野生碰到，而且它大部分只能站在定点的角色。其他角色其实都高几率在7楼碰得到，不是很需要特别预约。除非你真的很执着，一定要碰到谁，那就预约吧。我们来到了公主见面会。换一下，换一下。还有一个推荐大家上船前一定要买的，就是拍照套装。在你活动的时候，就有这些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照，他们会引导你做所有的动作，再帮你加特效。因为上船前预约会比较便宜，建议大家如果要买，一定要提前买哦。上船前3天内就不可以再预购了。对，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情况下是可以请公主签名的。那所以记得大家要带那个签名本，然后就可以收集公主的签名。Are you guys wanting to be in the photo? Yeah. Yes. All right, and let's get everyone over for the photo. Can I have you guys hang out right over here? Oh, so lovely to see you. Remember that you're the ones who do the rubber sunshine. Are you having a wonderful adventure? Yeah. Yes. Happy. What was that Cooper said? What did she say? It's been a fun adventure, yes? Yes. Yes, I'm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love to do. Make sure that you get practice. I hope you will have a shiny, fun day. Yes, wonderful adventure. See you very soon. Have a wonderful
so beautiful. Oh, and you got one too. I'm glad we all wore our gyms. Got it started. Now when I write my name, I like to put lots of bubbles. Bubbles, isn't it? Sebastian always said it is very wise. Thank you. Shall we do the portrait together? Oh, good. Thank you, Bonnie. And for you. 那角色约不到怎么办？如果你是礼宾，这个问题会很好解决。礼宾会有礼宾专属的角色见面时，这也是礼宾的价值，因为相对人少，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互动。那没礼宾怎么办呢？其实也不用担心，7楼是野生角色出没区，公主、达菲七宝、米奇米妮、唐老鸭等都有高几率出现，而且都还是会跟你互动，非常的有趣。公主们呢会带着小朋友到处走走、逛逛、看看画，只是一般如果碰到，需要花一点时间排队拍照。那如果真的没有机会下去7楼，或是不幸又没有遇到，那怎么办呢？在10楼的奇幻花园 App 上都会显示出固定的时间，各个迪士尼角色会轮番上台跳舞互动给你看，不过因为是在舞台上，只能自己自拍，但他还是会尽力给你的镜头表情跟动作哦。对角色这部分佛系一点，把它当惊喜，你会更开心哦。漫威的角色就稀有而且随机了。有人说过蜘蛛人有去过 Kids Club， 7楼呢就偶尔会巧遇那个冰公主，然后就可以跟公主拍照。再来是预约付费的活动。神仙教母跟漫威角色造型可以在上传前就先预约好，一般来说上传还是预约得到，不过时段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基本上还是会希望每一天的越早越好，越晚会越容易影响晚上的秀跟晚餐哦。神仙教母里有很多公主华丽的套装，另外里面船长也是很热门的装扮之一哦。很多人买套装就是为了那个皇冠跟仙女棒，真的是很华丽很漂亮。漫威造型工作室则是位于6楼，里面有小男生会比较喜欢的角色。除此之外呢，里面也有卖漫威系列的商品，比如说蜘蛛人的衣服、史塔克之心、雷神之锤等。小男生呢就可以装扮蜘蛛人、黑豹、美国队长。哇，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我们主餐厅的 Enchanted Summer Restaurant， 它有区分冰雪奇缘的主题和魔法奇缘的主题2个区域，吃饭前都可以来逛逛拍拍，绝对有很多感动的小细节。哇，厕所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哇，好美哦！想要吃到哪里可以吃早餐、午餐，从 App 里面点进去 Explore。点进去 Dining at Lounge 就可以看到餐厅和营业时间。如果点餐制的话，旁边也会有 menu 给你看哦。旁边没有 menu 的主餐厅通常都是 buffet 哦。主秀和晚餐大家不用担心，是直接系统带入。早午餐就是随个人喜好进出自己想要去的餐厅。那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有提供早餐、午餐的主餐厅懒人包。比较上来说，同样是自助式的，皮克斯市集那个会比较少人，听说菜色也很丰富。早午餐建议大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通常9点到10点是早餐的高峰期，午餐则是12点左右。你可以选择晚点吃，或是果断直接去拿轻食餐厅的东西。吃完早餐，我们来介绍不用预约的秀和活动。主秀外，绝大多数的表演都落在奇幻花园。体感上，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舒服的，不是热的，因为太阳还没有正式照过来，太阳还在我现在左侧这个方向，所以就是如果要看表演要趁早。那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全船的免预约大型秀懒人包，大家不想慢慢刷行程，把这个截图下来，上传以后呢，直接搜寻我这边推荐的表演，先把所有的场次都用爱心加入，然后再从 My Plan 里面删掉重复的、冲突的。
不直接给你们时间表，是因为它每次航线几乎都会在做调整，时间会变，但名称是不会变的。到此为止，你的完美行程规划即将完成。我们按照介绍的这样子安排，所有秀和活动，包含礼宾的所有设施都有体验到，还有参加到4晚航线限定的表演。想知道详细表演内容，我们都有按天数分享在这个系列里，可以再锁定后续的第3天、第4天的影片，看看我们的安排，一样会一并分享船上有用的攻略哦。慢慢太阳要出来了。这些主要表演安排完以后，还会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建议大家呢就可以拿来玩水，或是安排玩设施。终于可以来好好介绍17楼的玩水区了。17楼甲板的周围呢，其实都有靠海的座位，通常也会坐得满满的，因为大家通常会选定一个位置放大家的东西，休息区。我知道，好。这个呢是3岁以下的喷水区，只有3岁以下可以由父母陪同进来玩，小朋友不能穿任何的尿布，玩水的尿布也不行。啊，对嘛。坏蛋啊，是啊，坏蛋是不是？坏蛋蛋。游泳池呢，小朋友可以穿着旁边附的救生衣下水处玩。很深吗？水很深吗？就是有点深，我是踩不到的。哦，真的哦。那你敢游过去吗？这边也有一个4岁以上的戏水区。他都走了才可以哦，哈。对。很刺激，是不是？这里还有2个滑水道，入口是位于18楼的船头。对呀，爸爸。甲板上呢也附有几个简易的冲洗区，不过真的是很晒很晒。因为早餐很晚才吃，所以我们决定先来礼宾休息区吃点小点心，再去看我们2点的主秀。都来好了吗？我要干了，让你干。那我想要冰淇淋。好。好啊，小妮，你可以吃那个饼干，那个嘎嘎的那个，那我要吃一个。可以吗？试试看，看你喜欢吗？那我先来吃这个。好。礼宾呢，通常可以在40分钟前先优先入场主秀，所以礼宾呢会从5楼开始做排队，然后都有免费的爆米花可以拿。而非礼宾呢就要在6楼排队，一般需要很早排队才可以抢到比较好的位置。
2个主秀绝对是坐这艘船最精华的2个表演，千万不要因为任何原因放弃它，那样就太可惜了。一般来说，要尽量选择正面区域，越前面的排数呢，因为越靠近舞台会更过瘾，但2侧荧幕就会看不太到。整个剧场中间会有一排走道，那个走道的第1排就会是一个最佳的位置，看到会是最完整的画面呈现。是我有史以来在迪士尼看过最好看的。我们看完这个 Adventure 的这个表演，我觉得超棒的，它是百老汇等级的一个秀哦。而且我看那个它里面的公主长得都超漂亮的，而且很像真实的哎。还有尼莫，还有那个周丽，然后海龟。最喜欢的海龟。对，超棒，真的超棒。转精了。超棒，真的。推荐大家会很感动，这不只是小朋友看到会很感动，大人看到也会很感动。就是百老汇等级的影片，不是影片，对不起，百老汇等级的秀真的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就是迪士尼就是很会营造这个气氛，所以才会让你觉得说，哦，哇，对，很值得，真的很值得。走。我们呢，通常会带孩子睡一个午觉，否则那么高强度的玩乐，尤其今天的烟火又到晚上10点半，3点呢是小朋友最佳的午休时间，因为儿童俱乐部也在3点到6点休息。没孩子的大人，如果你不想睡午觉，你也可以做更多的事。他们有很多精致的迪士尼手工艺 DIY， 或是去玩船上少数可以称为赌博的宾果。以小博大赚船费，你也可以购物，甚至到电动场去玩。还有一个很酷的，就是教人家折毛巾。目前看到的手工艺呢，有看到人家做那个很立体精致的纸的船，或是用亚克力做迪士尼角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船上的2个电影院看电影，那它也有甲板电影。哇，好棒哦！这是谁呀？我想要回馈。16258，哇，这也太高级了吧！哇哦，然后这个就是白天的样子。我们昨天晚上有过来，然后现在是白天的很漂亮的样子。那只是白天就是热啦，热真的待不住。就是虽然这个造型真的超级美，但是真的是待不住。然后这个是非常经典的雕像。你看，很多人在排队要拍。这个椅子似乎是因为它是石头还是什么材质，所以超级烫。就这 garden 的，就是因为它刚刚这样慢慢晒过去嘛，所以这个区域还非常的烫，真的是坐不住，真的比摩托车坐垫还要烫。花园舞台呢，在平常零碎的时间都会有一些迪士尼角色出来跟大家见面，也都会写在 App 上面。所以住花园阳台房好处就出来了，你可以在房間休息的时候不断看到角色在舞台上活动，看到喜欢的角色再出来阳台跟他打招呼，看看他。You look like you're expecting something far more, mate. Very bemused, eh? You wanted to see it still.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it might be contagious. Ella, mate, you've got a lovely hat on you. Very nice. What have you got there? I thought that was a monkey at first. I don't want another undead monkey on this show. 所以你们进去拍了？有啊，加油！超高的床，小朋友上不来的高度。哇，爬山啊！好诶。 我爬上来了。
我们又回来6楼了，因为今天的晚餐呢是在 Enchanted Summer Restaurant。6楼呢这边也有一个必拍的场景。哇哦，有水耶！假的水，不是真的水，很有趣。好，我来放你看。啊，怎么是？这是可以动的吗？不行。哦，好酷哦！有没有看到？那你的鞋子叫？你像我，你刚这样，我以为里面有兔子哎。这边呢也是一般服务台的区域，通常都是大排长龙。那就来带大家看看夏日魔法餐厅魔法奇缘的部分。首先再强调一次，晚餐跟主秀都是系统帮你安排好的。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需要抽的云霄飞车，而且就算抽中，它也要排队排很久，势必有些东西会需要做取舍。但绝对不要为了云霄飞车放弃主秀，还有角色表演的晚餐，放弃了你会很后悔。这绝对是整艘船最重要的表演。这又是他的那个Kids Menu， 就是超可爱的。每一个餐厅主题都会有一个 Kids Menu， 然后就会有这个，然后这个部分呢都可以在那个就是有画图啊，还有一些小小的游戏啊这样子。然后你看好可爱，对对对，帕斯卡在变色，超 Q 的。好。虽然晚餐呢是系统带入的，但这边也帮大家介绍6个主餐厅。那以4碗为例子，其中1碗呢你会安排到画画的餐厅，另外1碗呢就是角色表演餐厅，还有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吃的是吃装潢的。第4碗呢则会重复前3碗的其中一个，但就不会再有表演跟活动。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放弃这碗的晚餐，去搭云霄飞车或是吃别的餐厅做别的事。不过其实第4碗的菜单是不一样的，而且也还蛮好吃的。说这艘船就是如果要点酒类的话，就是都是要另外付费。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呢？这个是因为礼宾呢，它的餐酒时间，免费的酒的时间是从5点开始。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吃晚餐之前呢，先去拿这个鸡尾酒，就是下来吃晚餐。那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分享的小小的秘诀，这样。因为礼宾呢，通常在5点到10点会有调酒的无限制供应。所以买礼宾的朋友，你可以在晚餐前去礼宾室拿你爱的调酒，再拿来餐厅搭配。其他人的话，在这艘船点酒的话，都是要额外付费的哦。不是我们说想要就想要的，好吗？好可爱，看他吃饭还是蛮可爱的。我们现在就是2件。因为是亚洲出发的船嘛，所以菜单上通常会有各个国家的美食，尽力符合每一个国家的。但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啊，我觉得还蛮嫩的。你又刚刚说是台湾鸡，不是还难吃？我自己可能比较不挑，我觉得还可以吃。你边成功边那就没丢啊。烧麦被吃掉，但烧麦很好吃，所以我们一下就吃掉了。这个是椰米布丁，这是 no sugar 的，很酷。然后那个是什么白巧克力什么布丁的。甜点呢是一如既往的特别甜，但莫妈就是蚂蚁人嘛，所以每次甜点时刻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个是巧克力圣代，我是看着觉得说都来了，就把它糖分弄爆炸吧。看看最后的日落，我们要把小孩丢包去 Kids Club， 爸爸妈妈要来去购物喽。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刺激？有没有？有没有？掉到海里。不能掉到海里，因为这个船速非常的快，你掉下去10秒钟大概就追不到了。因为第1晚的烟火会到10点半，中间这段时间呢，很适合把小朋友丢到 Kids Club。那这边也修正一下前一集说的。其实第1天上船租用到手环，就可以用感应的开始玩 Kids Club 的设施咯。你的有吗？你的也有，
对 Morgan。碰一下。然后姐姐背包里面是有什么 More 就是 for 小朋友，就是更小的3岁以下的。那这个就是要付费的了，只有3岁以上的他会带活动，然后不需要付费，然后那个青少年也有自己的，但我们家没有青少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人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就看到摩根跟墨菲去那个 Kids Club， 然后我们等待他的心得，然后我们现在2个大人要去休息了，好好笑哦！你看那个贩卖机的感觉，然后还有复刻的很好笑。零碎时间的安排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到旧金山街玩电动玩具，它是免费刷房卡就可以玩了，只是说还是会建议大家避开高峰人潮，不然它一般来说都很多人在排队。旧金山街呢，它本身自己就很适合逛逛、拍拍照。这里是那个狗狗用品店吗？好好笑，这个只是假装的啦，只是这个太可爱了，这个超 cute 的，所以是假的吧？他本来要继续搭电车吗？哦，原来在这里。对啊。然后这个 BMX 这边呢也有那个电影院，然后它上面其实 App 就会讲说他们今天是播什么电影。好，我们进来这边，重点是这个。把小朋友送去儿童俱乐部以后，爸爸妈妈终于可以好好逛街啦。算一算，整船卖商品的部分就超过10间以上。之后也会再帮大家整理商店的懒人包，还有热门商品哦。这个笔是7宝的笔耶！天哪，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个画面是不是让你每一只都很想买回去呢？里面商店呢有部分重复底下的商品，也有卖礼宾专属的商品。没有，是这边没有，这边没有。这宝宝也是，这好像我在底下没看到哎。你看，这个好像这个颜色，这个色系好像是。5楼是他们主要卖商品的区域，算一算总共就有4间，每一间呢有部分相同，也有部分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挖挖宝。哦天哪，怎么那么可爱？怎么办？我又想要买了。这个 Q 哎，哦对，我们那天有看到那个超可爱，哎哦吓死我了！为什么你头带不进去？那个要看，我忘了带袋子过来。回房间发现花园正在办活动。DJ 呀，这个是 DJ 的活动。他跟老师一起玩，然后我们一起坐云霄飞车，真的哦，开心吗 ，Morgan？开心，而且我们设置的轨道超级酷的。好玩哦。哎呀，好了，小心，快了。还想不想再来？想哈。然后妈妈，你看我们做的哦。接孩子出来，我们要去只有1晚的烟火重头戏啦！带大家看看我们觉得烟火最佳的位置。送你，开心吗，Morgan？看我们的招牌。喜欢这里对不对？妈妈，你看我们的招牌。哦，妈咪是不是？妈咪。这里。OK。烟火。然后妈妈明天说它会有一个石膏孔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涂上颜色。你为什么都知道？那个我有跟老师聊天。有老师是讲中文的，对不对？对他们好像有部分老师是会有讲各种语言的，就是他可能会有几个是讲英语的，有几个讲日文的，有几个讲中文的这样子。那个老师超搞笑，而且他会看2个玩疯了。好，烟火呢是从右舷释放，所以如果你想要坐着，但是不想要太多遮蔽物的话，你可以选择在17楼的泳池畔。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坐在地板上，
往天空看。带小朋友的话就会比较推荐。但假设呢，你想要更接近烟火的话，那如果你不介意站着的话，你可以直接考虑站在右舷的18楼的位置，那里会是最接近烟火的地方。除了泳池畔这个位置，我们也提供花园阳台礼宾的视角给大家参考。这是我们16楼的花园阳台礼宾看烟火的视角，它是少数几个可以同时看到音乐和烟火的房间。如果你很想要看到这样子的视角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到17楼的甲板冰淇淋那边的甲板位置。可以在房间享受到烟火，是不是很值得呢？玩了一整天，小朋友又睡了。半夜是最佳的散步时刻，去欣赏大家装饰门的一些小巧思。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来洗衣服。这艘船的洗衣房位于16楼，里面呢有贩卖洗衣粉、洗衣烘衣，我觉得也都算便宜。如果衣服不够了，可以考虑来这边洗衣服哦，也可以免费使用熨斗。今日影片就到这里，接下来还有我们第3天、第4天的行程分享。我们在第3天抽中营消费车，也会帮大家整理常用英文、晚餐餐厅的中文翻译，还有全船商店等整理。请记得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